这沈清慈是猪吗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抢太子。太子除了脸好看还有啥？偏心眼子一个。作者，你对恶毒女配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弯眼断陈塘，不就是抢了个男人吗？至于死得这么惨？这雨怎么说下就下？要不是为了看反派谢景渊的结局，我早气输了。救命！我不想死。头好疼，这天花板不对啊！我 T 恤呢？大小姐，您终于醒了。昨日您和谢公子赛马摔下来，昏了一整夜，可吓死奴婢了。这是谁？大小姐，这是您啊！您是摔糊涂了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您是镇国将军府嫡长女沈清慈大小姐。沈清慈，我竟然穿成了《淑女倾城》里那个被挖眼断舌陈塘的恶毒女配。春桃，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今日是7月12。7月12，袁术第一个大死局，沈清慈设计陷害淑妹和谢景渊私通的日子。春桃姐姐不好了，太子殿下带人围了后花园。什么？说二小姐和晋安侯府的谢公子在假山私会。这场戏得换种唱法了。沈清柔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在将军府内私会外男，你把皇家颜面置于何地？太子殿下明鉴，臣女是被人骗来此处的，臣女冤枉啊！沈清言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不知廉耻的贱人，可是你安排的？沈清慈，你要干什么？姐姐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太子殿下说笑了，清柔是我妹妹，我怎会害她？沈清柔，你少装蒜！除了你这善妒的毒妇，还有谁会干出这等下作？太子殿下带人强闯我将军府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污蔑我妹妹，这便是东宫的规矩。你敢这么跟本宫说话？殿下眼光差也就罢了，难道连大齐律例位都忘了？无凭无据擅闯功臣家宅，我父亲镇国大将军若是知晓，不知该作何感想？放肆！你以为搬出沈策就能压制本宫？春桃，送客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沈清慈，本宫倒要看看你们沈家能狂妄到几时。我们走。沈大小姐今日真是让在下大开眼。这就是全书战力天花板的疯批反派，绝对不能让他看穿我的底牌。谢公子，这里是将军府，不是你靖安侯府。今日之事蹊跷，为查明真相前，将军府不留外客。哦，大小姐就不想问问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不想。春桃，送谢公子出府。这恶毒女配转性了，有意思。按剧本，她今日该借太子之手毁掉沈清柔，可她却护了女主，还敢正面硬刚太子。这种清醒和决绝，绝不是原设定的纸片人能有的。难道他和我一样，也是外来者？
叶莹，把这个悄无声息的送到沈家大小姐的床头。总算是把今天应付过去了。只要我不作死，远离那几个瘟神，大半夜的，谁在装神弄鬼？剧情偏离，恶女转性，其变偶不变。今夜子时，城西破庙一续。其变偶不变，下一句是符号看万挪，这是只有现代人才知道的暗号。谢景渊他早就知道剧情，有意思。他今天在假山根本就是在看戏，他在观察我，看我会不会按原书剧情走。他约我子时在城西破庙见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试探，是威胁，还是……如果我去赴约，就等于承认了我也不是原装货。可如果我不去，他已经把刀插到了我的床头，这是在告诉我，你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。敌暗我明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15。大家都是传书的，凭什么我就要被你拿捏？想试探我，那就看看咱们到底谁才是猎物。谢景渊，你倒是沉不住气，这试探来的比我想象中要快。姐姐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。有人给我递了张纸条，说姐姐约我在假山见面。那张纸条分明是太子萧景恒为了毁掉青柔名声设下的死局。按原书那恶毒假配的愚蠢设定，我现在应该在一旁拍手叫好，落井下石才对。可谢景渊的突然介入，证明局势彻底变了。他这是在向我宣告，他什么都知道，甚至在暗处窥探我的一举一动。大小姐，你还没睡醒吗？进。大小姐，您今日在假山受了惊吓，还是早些歇息吧。那靖安侯府送来的信，要不要奴婢去回去？信我已经烧了。烧了？那明日还要出门吗？当然要出。春桃，去备好明日午时出门的马车。可是大小姐，那谢公子名声在外，脾气古怪的很，万一他对您不利怎么办？没有万一。既然人家都把战书下到家门口了，我若是不去，岂不是显得我怕了他，更坐实了我的心虚？去准备吧，明日我不穿裙装，给我把那套月白色的男装找出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大家都是1000年的狐狸，玩什么聊斋？谢景渊，明天就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。这么好的美人送上门都不要，太子殿下的眼光真是越来越差了。有意思，
原书里那个对萧景宁死缠烂打、愚不可及的无脑蠢货，居然能挺直腰板说出这种话。不仅没有按剧本去害人，还反过来把女主护得死死的。除非他和我一样，是个熟知剧情的外来者。主子，信已送到将军府。他看了，看了，但未回只字片语，直接丢进火里烧了。意料之中，这女人胆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玄宇，明日午时，带齐人手在十里亭设下暗桩。记住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。主子，若是那沈家大小姐暗中带了埋伏，她若真敢带人来耍花招，就让她有去无回。属下遵命。明日定要探出你的底细。这闪电印记是你那个破电竞战队的对标吧，江宇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不光知道你叫江玉，我还知道你是个大3学生，传书3个月，被迫绑定了反派系统，天天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走剧情，取而代之是冰冷的杀意。既然你全都知道，那你应该清楚，谁阻碍我走完剧情回家，我就杀谁。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找死！你仔细看看，现在的剧情还有哪点和原书一样？原主早死了，假山死局已经被我破了，女主没有身败名裂，反而对我感恩戴德，剧情早就崩盘了，系统设定的死局根本无法。你以为顺着走剧情就能回家？顺走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他说的没错，剧情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偏离的拉不回来了。既然剧情已经烂透了，为什么还要像条狗一样受制于他？你想说什么？合作吧，江。你缺一个了解全局的盟友，我缺一个战力爆表的保镖。我们联手把这个烂摊子掀翻，接管这个世界的主动权。这不比当个受制于人的受气爆反派爽多了？保镖？你倒是真敢开口。成交。但愿你别让我失望，林婉欣。既然合作，大家就坦诚点。你在这个世界的终极任务是什么？走完原书重要剧情点，赚取系统积分，回家。按照原书剧情的大结局，我会亲手将你剜眼断舌，沉尸湖底。他居然真的要把原主的惨死结局说出来。所以呢，你打算照做？我若是想照做，刚刚就已经扭断你的脖子了。但现在剧情已经偏离，系统警告我，必须把偏离的主线拉回正轨，否则我们会一起遭到这个世界的规则反噬。拉回正轨？怎么了？3天后是你祖母沈老夫人的寿宴。按照剧本，你必须在寿宴上亲手将你的好妹妹沈清柔推入池塘，然后引太子来抓现行，当众羞辱她。你让我去害人，就为了你那个破系统？这是原书既定的轨迹。沈清柔落水是男女主感情升温的重要节点，也是你彻底坐实恶毒女配身份的关键。
你不做，这世界就会自动修正，用更惨烈的方式逼你就范。我不管什么反噬，别人若害我，我必百倍奉还。但让我主动去算计一个无辜的人，我做不到。林婉星，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吗？在这个书里，你的善良只会加速你的死亡。那也比当个没有底线的傀儡强。不按剧本走，后果你自行承担。什么狗屁剧情惯性？那我就偏要撕碎这剧本。大小姐，您从十里厅回来就一直心神不宁的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事。春桃，你对晋安侯府的谢景元谢公子了解多少？大小姐，外头都传谢公子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，是晋安侯手里最锋利的刀。还有呢？还有人说谢公子背地里招兵买马，野心大着呢，连太子殿下都对他忌惮三分。看来不管是现代的疆域，还是书里的谢景渊，骨子里都是个极度危险的风暴。大小姐，老夫人3日后的寿宴流程已经排妥了。夫人吩咐，今年仍由大小姐抚琴开场，好压一压场面。抚琴？是啊，大小姐的广陵颂可是京城一绝。嬷嬷，实在不巧，前2日我从马背上跌下来，扭伤了手腕。大夫说这半个月都不能用力，恐怕要服了母亲的美意了。可节目单都已经拟好了。怎么？难道要我带伤上？在祖母寿宴上弹破了手指，见血染红了琴弦才算吉利吗？老奴不敢，老奴这就去回禀夫人，将大小姐的节目撤下。大小姐，二小姐房里的翠儿来了，让她进来。大小姐，这是二小姐亲自去厨房守着熬了2个时辰的血液，特意吩咐奴婢趁热送来给您补补身子。她亲自熬的，好啊，真是好得很。大小姐，可是这燕窝有什么不妥？没有，替我多谢二妹妹的厚意。春桃，赏。春桃，这屋里有些闷，你去把我那件玉色披风找出来，咱们一会儿去院子里透透气。是，大小姐。姐姐，妹妹敬你一杯，多谢姐姐前几日替我解围。妹妹客气。姐姐，席上烦闷，听闻后花园的牵绊联开了，不知姐姐可愿陪妹妹去赏一赏？来了，原书剧情的落水局。好啊，那便去看。姐姐，你看，那朵并碧莲开得多好。姐姐救我！殿下，臣女该死。天哪，妹妹当心，真是吓死姐姐了！若是你掉下去，姐姐也不活了。
借力打力，反向撮。林婉欣，你胆子真够大的。白天在池塘边玩得很开心，我没害人，还顺手帮了男女主一把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皆大欢喜。你以为把水搅浑就能逃脱系统规则？我告诉过你，我勋上既可理解，剧情具有强大的惯性。你今天强行扭转了落水局，世界规则马上就会在别的地方找补。反噬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拿我怎么样。3天后，皇家围猎，你父亲沈策的战马已经被钉入了毒卡里。你说什么？沈策坠马残疾，交出兵权，将军府彻底没落，这是必须发生的剧情线。你今天躲过的因果，全都报应在了你爹身上。不，绝不可以！爹是唯一真心护着我的人。是你干的，是你让人去马厩做的手脚。我是反派，这就是我的任务。剧本算什么东西？想动我爹，做。谢景渊，你为了那该死的系统任务，连我爹都敢动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愿。姐，爹，夜深了，喝口参汤暖暖身子吧。此丫头怎么还没歇息？这等粗活让下人做就是。女儿见书房灯亮着，实在放心不下。爹，3日后的皇家围猎，您能不能称病推脱了？胡闹！皇家秋猎乃是武将的大事，为父身为镇国将军，岂有称病不去的办法？可是女儿昨夜做了个极其可怕的噩梦，我梦见父亲您，梦见您在猎场上马匹受惊，从马背上狠狠摔了下来，受了重伤。哈哈哈！傻丫头，梦都是反的。为父在马背上征战沙场20余年，什么样的烈马没驯服过？区围猎，还能翻了天不成？爹，您就信女儿这一次好不好？爹，那梦太真实了，女儿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害怕。算女儿求您了，别去行不行？此丫头，军令如山，皇上钦点的随行名单不可儿戏，为父必须去。那您必须答应女儿一件事。说吧，只要为父能办到。围猎那日，您绝不能骑原来那匹枣红马，必须换成女儿上个月送您的那匹黑马乌云踏雪。好，好，好，依你便是。为父那日就骑你的乌云踏雪，绝不碰别的马，这下可放心了。多谢爹，您快把汤喝了，早些歇息。枣红马换成了乌云踏雪，剧情的条件已经被我打破了。谢景渊，这该死的剧情，我肯定。姐姐这般紧张做什么？父亲骑术经常，定能拔得头筹。闭嘴，别烦我。黑马不是原定的枣红马。
林婉欣，你果然强行插手了。可是，你根本不懂这世界规则的苦。畜生，停下！死丫头！你这傻孩子，爹皮糙肉厚，摔一下能怎样？你一个姑娘家，若是废了这条胳膊，可怎么好？爹要是残了，女儿会恨自己一辈子。现在这样，挺好。谢景渊，剧情惯性又如何？我爹没惨，我赢了。去一趟将军府的马厩，在审测那匹枣红马的左前蹄铁里，垫一枚细小的碎石。主子，这……记住，只要让他落马受点轻伤即可，应付了剧情便罢，绝不能伤筋动骨。若是坏了事，提头来见。是。我已经尽量在保全沈家了，我只是想用轻伤糊弄过去。沈策明明换了那匹黑马，黑马根本没有任何问题，为什么还是会出事？这就是你所谓的剧情惯性，只要不到残废的程度，你就强行制造意外，连无辜者的命都不当回事。贼老天，既然你这般不可理喻，这该死的既定命运，我偏要逆给你。爹，您怎么……别动，好好养伤。为父连夜让人查验了那匹乌云踏雪，畜生之所以发狂，是因为有人在他的马鞍深处暗藏了带有剧毒的铁蒺藜。只要马匹跑动出汗，蒺藜就会刺破马皮，毒性入血，马便会彻底疯魔。这是冲着要为父的命来的。死丫头，你提前让为父换马，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女儿真的只是做了个噩梦，误打误撞吧。不管是谁，敢在我将军府头上动土，为父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你好好歇着，为父定会彻查到底。毒掐离，假山东，谢景渊亲口承认是他让人去马厩做了手脚。为了完成系统任务，逼我走剧情，你竟然下这种死手！谢景渊，我看错你。大小姐，晋安侯府谢公子派人送来了极品金创药，说是对外伤有奇效。大小姐，谢公子对您还是挺上心的，这金创药可是千金难求的宝贝呢。全都扫出去，原封不动的退回晋安侯府。告诉谢景然，我沈清然就是烂在这儿，也不需要他这种杀人凶手来假惺惺。大小姐息怒，奴婢这就去晋安侯府把东西退回去。
去告诉他，收起那副假惺惺的做。他想走他的阳关道，踩着我将军府的尸骨上位，我沈清次绝不答应。是，奴婢记下了。另外，封锁消息，别让父亲知道他送药的事。奴婢明白。江云，既然你为了回现代连底线都不要了，那我们就各凭本事活命。伤可是好利索了。全好了，爹不用担心。死丫头，你坐下，为父有事与你商量。你如今也17了，是该学着管家了。为父打算让你接手府里的中序，以后这将军府的上上下下，你得学着打理。爹，女儿不想学管家。你说什么？你可是嫡长女，这中会之权你不掌，谁来掌？女儿想去府里的膳房当掌事。胡闹！堂堂将军府嫡女，跑去膳房当个厨娘，传出去，你让这满京城的人怎么看我将军府？爹，您先息。女儿对看账本管下人实在提不起兴趣，何况经历了这次坠马事件，女儿觉得人生苦短，更该做些自己喜欢的事。那管家权怎么能旁落？轻柔妹妹心思细腻，为人谨慎，她比我更适合管家。爹不如将管家之权交给轻柔，既能磨练她，也能显出爹对她的看重。你愿意把中备大权让给轻柔？你以前不是最容不下她吗？以前是女儿不懂事，如今咱们一家人能在乱世中平安活着，比什么都罢了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便依你。但若是膳房那边出了什么乱子，你必须乖乖滚回来学管家。一言为定。哎呦，大小姐，您怎么来这烟糟地方了？这里的油烟味儿可别熏着您金贵的衣裳。从今日起，我便是这膳房的掌事，膳房的大小事务皆由我定夺。大小姐来管膳房，这十指不沾阳春水的，能懂什么啊？大小姐说的是，只是这膳房里的事儿向来都是由我来管的。大小姐您初来乍到，怕是不太熟悉。大小姐，这膳房可不比别处，灶上的火候、菜品的搭配都是有讲究的。您千金之躯，这锅里炖的是什么？回大小姐，是老母鸡汤，已经炖了1个时辰了。火候太急，汤色浑浊。还有，里面是不是放了八角？是，放了2粒提。胡闹！老母鸡汤本就重在一个鲜字，八角味道罢的，完全掩盖了鸡汤的原汁原味。这锅汤废了，给我一把菜刀。以后膳房的所有菜单必须经过我的过目，谁要是敢敷衍了事，这把菜刀就是下场。是，全凭掌事吩咐。大小姐，晋安侯府的谢公子在后院求见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他今天还能耍出什么花。看来外头的传言不假，堂堂将军府嫡女，还真跑来当了膳房掌事。谢公子大驾光临，就是为了来看我笑话的。有话快说，我锅里还炖着汤。这是晋安侯府新请的江南厨子做的点心，想着你既然掌管膳房，或许能用得上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谢景渊，你少在这儿惺惺作态。我爹换下的那匹马，是不是你暗中动了手脚，放了毒前司？不是我。不是你，假山洞里，你亲口承认了所谓的剧情，让人去马厩做了手脚，现在敢做不敢当了。
我承认，我确实派暗卫去过马厩，但我只让他们在原来那匹枣红马的草料里下了些让人腹泻的药，顶多让你爹错过围猎，绝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可我没想到，你让你爹换了马，那匹乌云踏雪却依旧出事了。这就是系统那该死的剧情惯性。关键节点的事件，无论怎么躲，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发生。所以，你也是被这剧情惯性摆了一道。这是宫里秘制的药，比你之前打碎的那瓶效果更好，绝不会留白。我不需要。拿着吧，就当是我不想欠你的。江玉，你穿书前那本小说，你看到了哪一章？看到沈清城在寿宴上设计沈清柔私通，却被太子萧景恒当场撞破。后面的剧情你全都没看？没来得及看，就穿过来了。江怡，你听清楚我接下来问的话。既然你现在已经见识到了剧情惯性的恐怖，若有一天，系统要求你做一件你根本不想做的事，比如杀了一个无辜的人，为了回现代，你还会继续乖乖按剧本走吗？会，我必须回家。江宇，若是你知道袁叔的结局是你亲手杀戮，你还会这么选吗？大小姐，您这写的松鼠桂鱼、佛跳墙，奴婢连听都没听过，光看名字就觉得一定很好吃。那是自然，等本掌事将这些菜品一一还原，保准惊艳整个将军府。送菜的，这菜放哪儿？直接挑到后院去，码整齐点儿。这双手绝不是干粗活的苦力能有的。这位大哥，新来的，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替老张头送一回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晋安侯府的谢大公子。你怎么看出来？谢公子，下次乔装打扮，记得给这双比我还嫩的手抹点泥。我只是路过，顺便来看看你这膳房掌事上了掌事当的有没有把将军府吃破绽。路过能顺便挑2筐大白菜进。大小姐，这送菜的怎么还不走？刘妈，这是我刚来的杂役，专门干重活的啊。可咱们这……我看后院的柴火快不够烧了，既然新来了杂役，那就让他先练练手吧。好好批啊，谢公子，批不完，今日可不许吃饭。你还给你送了。可以停了，喝口水，歇了吧。批了一下午，够抵那2筐白菜钱了。
你这算盘打得倒精。江宇，以后别再来将军府了，更别再用这种方式混进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我心里都很清楚，你是注定要搅乱这天下的袁叔大反，而我是袁书里下场最惨的恶毒女配。你想完成任务赚取积分回现代，而我拼了命也只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。我们的生存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天然冲突的，为了彼此都能活命，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别再纠缠了。谢景轩，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如果我不想跟你当敌人呢？不想当敌人，那你想当什么？长工吗？行了，既然当了半天杂役，总不能让你饿着肚子走。进来吧，长侍赏你口饭吃。这都是你做的，我你回家。尝尝看，毒不死你。这味道跟我妈做的很像，她也喜欢用冰糖炒糖色。你妈还在现？穿过来3个月了，不知道她在那边怎么样了。我爸走得早，我妈一个人把我养大，我也很想她。这3个月，我一直被系统逼着走剧情，做尽恶事，只为了攒积分回去。但今天劈了一下午柴，我突然觉得，我不想再当受他摆布的傀儡了。林婉星，我们正式合作吧，一起把这烂剧本撕了。成。大小姐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茶放下，你先出去。说正事，原书里接下来有什么关键节点？按剧情，太子萧景陵需要将军府的兵权，马上就会向我提亲。提亲？你会答应？我又没疯，怎么可能答应那种下头男？好，3天后我在醉仙楼设了诗会局。既然剧情乱了，就借这个机会探探萧景恒的底。行，我会带上沈清柔一起去。今晚的事烂在肚子里，谁也不许说。奴婢明白，不过大小姐，二妹刚才派人传话，约您明日午时去锦芳绸缎庄挑布料，说是给老夫人做寿衣。沈清柔主动约我，原书里根本没有这段剧情。绸缎庄，好啊，告诉她我准时赴约。姐姐你看，这料子颜色素雅，给祖母做春衫最合适不过了。祖母年纪大了，更偏爱鲜亮些的颜色。掌柜，把那铺枣红色的拿来看看。这京城说大不大，本宫出来挑个料子，竟能偶遇2位沈小姐。臣女见过太子殿下。见过太子殿下。沈大小姐免礼。前几日在猎场，你舍命救父的壮举，本宫可是记忆犹新了。殿下谬赞，为人子女的本分罢了。殿下也是来挑布料的吗？若是给皇后娘娘准备寿礼，臣女倒是可以帮殿下参谋一二。这匹如何？沈大小姐觉得呢？娘娘的喜好
臣女不敢妄加揣测。哈哈，沈大小姐果然是个妙人。对了，3日后，本宫在醉仙楼设了诗会，不知2位小姐可愿赏光？既是殿下盛情相邀，臣女与妹妹自当准时赴约。那本宫就在醉仙楼恭候佳音了。为什么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只看得到他？明明是我先开口，太子的眼睛却恨不得粘在那个贱人身上，就因为他是嫡出。二小姐，夫人派人来催了，问您何时去前厅学看账本。知道了，告诉母亲，我换身衣裳就过去。醉仙楼已备好，大反派搭的戏台，也是时候让原书的男女主上去唱一出了。姐姐，既然你非要抢风头，那3日后的醉仙楼，妹妹就送你一份大礼，让你彻底翻不了身。殿下能办此诗会，又特意相邀，臣女不胜荣幸，愿殿下岁岁安康。本宫今日也是兴起。沈大小姐，听闻你近日主动交出了将军府的中废之权，跑去膳房当了个掌事。堂堂镇国将军府的嫡长女，不在深闺研修琴棋书画，竟去那等烟熏火燎的下人地方沾染腥气。正是，这管厨房的活计，说白了也就是个粗使厨娘，实在是有失体统啊！若传出去，岂不让人笑话将军府没规矩？将军府的规矩，还轮不到你来数。几位公子饱读诗书，莫非没听过“民以食为天”这句古训？这自然听过。既听过，便该知这烟火气乃是立誓之本。将士们在前线浴血拼杀，靠的是一口热饭撑着气。我身为将军之女，掌管膳房，理顺后勤，让府中上下吃得饱，吃得好，安抚人心，又有何不可？莫非在诸位眼中，吟风弄月的高雅，竟比填饱肚子、稳固根本更重要？若是连饭都吃不饱，诸位拿什么力气在这里舞文弄墨？好一个安抚人心！沈大小姐这番见解，逻辑含凤，果真令本宫刮目相看。殿下有所不知，沈大小姐不仅口才了得，谢公子过虑了。那手艺也是精诚一绝。上次在将军府有幸尝过沈掌事的红烧肉，至今念念不忘。谢公子若是馋了，多去街头的酒楼转转便是，何必惦记我那粗鄙手艺？哦，能让眼高于顶的谢公子念念不忘的手艺，本宫倒也想尝尝。不知沈大小姐今日可愿借着醉仙楼的误厨，为本宫露一手？殿下千金之躯，这外头的灶台杂乱，怕是配不上殿下的身份。改日殿下若驾临将军府，臣女自当亲自下厨，以尽地主之谊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本宫记下。为什么？明明是我先敬的酒，他的眼睛却全粘在这个贱人身上。殿下，
臣女也敬您一杯。殿下恕罪，臣女一时没站稳，并非有意冒犯，求殿下责罚。罢了，起来吧，本宫去厢房换身干净衣裳，诸位慢用。他不对劲。雅间里太闷，我出来透透气，刚好碰见谢公子，便随口聊了几句。妹妹不在里面陪着诸位才子，跑出来做事。殿下换好衣裳回来了，四处寻不见姐姐，妹妹这才出来找寻。既然透完气了，姐姐和谢公子便快些回去吧，莫要让殿下久等了。知道了。沈清柔，你到底是谁？三位去了这么久，可是有什么好景致舍不得回来？后院的花开得好，姐姐和谢公子看入了迷，殿下莫怪。哦，沈大小姐和谢公子一起赏花，碰巧遇上罢了。殿下，诗会进行到何处了？正说到以秋为题，每人赋诗一首。沈大小姐才名在外，不如先来。臣女不善诗词，不敢献丑，还是请殿下先来吧。那本王就献丑了。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好诗，好诗啊！绸缎庄偶遇，醉仙楼诗会。每一次所谓的巧合，都完美卡在萧景行的必经之路上，步步为营，精准算计。沈清柔，你果然是在主动操盘这盘棋。林婉欣，你个笨蛋，还真把她当妹妹看过。既已结盟，你的命便是我的。不管你是谁，谁敢动他，我便杀谁。不管你是谁，谁敢动他，我便杀谁。疾风，立刻增派人手，12个时辰不间断死盯着将军府，尤其是二小姐沈清柔所在的院落，连一只飞进去的苍蝇都得给我查清楚底细。主子是怀疑沈二小姐会对大小姐不利。他白日在醉仙楼的举动，步步都在复刻原野，复刻那本该发生的事。他若真是那个躲在暗处的下棋人，今晚绝不会安分。将军府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即刻来报，不得有误。属下领命。林婉欣，你这么聪明，千万别轻易中了他的套。大小姐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您怎么还在膳房里耗着？快擦擦汗吧。
明日便是祖母的寿辰，这寿桃的面发的总是差些火候，不够松软，我得再试调一次配方。不知为何，我这心里总觉得不太踏实。沈清柔白日的举动太反常了，她绝不是那种吃了亏还能咽得下气的人。大小姐就是太谨慎了。如今膳房的对牌在您手里，二小姐就算想使坏，也插不进手来。您还是先把这碗银耳汤喝了吧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朕直了好好说，出了何事？二小姐院里的人刚刚来报，说二小姐用完晚餐后突然腹痛不止，现在正疼得在床上满地打滚，连裤裆水都吐出来了。而且二小姐院里的人都咬死了，说是大小姐您经手的晚膳菜肴有问题，是您要害二小姐。血口喷人！晚膳的菜，奴婢每一道都亲自验过尝过，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大小姐，他们这是故意往您身上泼脏水啊！好一招釜底抽薪，难怪白日里那么安静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。春桃，提上灯笼，跟我走。大小姐，咱们去哪儿？当然是去二小姐的院子，戏台都已经搭好了，我倒要亲自去看看，她今晚准备唱哪一出大戏。大夫，柔儿她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何会突然疼成这样？夫人莫慌，二小姐这脉象滑数，乃是脾胃受了极大的刺激，导致上吐下泻，肠胃有痛。敢问二小姐晚膳都用了些什么？晚膳是红烧肉、清蒸鲈鱼、炒菠菜和凉拌黄瓜，每一道菜出锅前，我的人都验过毒。这就对了，菠菜与黄瓜药性相克，同时极易引发腹泻绞痛。二小姐本就体质娇弱，如何受得住这等相克之物？大小姐，您掌管膳房多日，怎会不知这民间最忌讳的食物相克之理？您分明就是存了心思，要置我家小姐于死地啊！你放屁！多采黄瓜就算相克，那也得吃下几大盆才能疼成这样。二小姐每样菜不过动了几筷子，怎会如此严重？别吵了，娘，您别怪姐姐。姐姐日理万机，定然不是故意的。就算姐姐真的容不下我，我也认了。只求娘别为了我伤了你们母女的情分。死丫头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把膳房交给你，是让你好好管家。你就是这么照顾你妹妹的？母亲，女儿还是那句话，微量的相克食物绝不足以导致这种近乎中毒的绞痛，除非她在这2道菜之外还吃了别的猛药。姐姐这是何意？难道我会拿自己的半条命去诬陷你不成？够了，死丫头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做错了事不仅不认，还要倒打一耙。从明日起，你先回自己院里反省。膳房的对牌交出来，暂由刘嬷嬷接管。没我的允许，不许再踏进膳房半步。既然母亲心意已决，女儿遵命便是。好一个苦肉计，沈清柔，既然你非要作死，那就别怪我把桌子掀了。
大小姐，夫人怎么能偏心成这样？明明那2道菜根本不可能让人疼成那样，夫人连查都不查，就夺了您的权。哭什么？他想用苦肉计夺权，以为这一招天衣无缝。可惜，他那点底牌还藏不住。白日里，他在醉仙楼故意泼酒，看似是在勾引太子，实则是为了激怒我。晚上又用苦肉计上演食物相克，逼母亲夺了我的权。一环扣一环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把我从将军府的权力中心彻底踢出去，让我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废人。可是大小姐，大夫都说了是相克之物，二小姐到底是怎么让自己疼得那么逼真的，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，那可做不得假啊。因为大夫只看出了表象，菠菜和黄瓜不过是他的障眼法。要想达到那种剧烈绞痛、上吐下泻的效果，他必然是提前服用了药性极猛的致泻之物，比如巴豆。巴豆？那东西吃多了可是会要人命的，二小姐对自己也太狠了吧。他是个疯子，为了权势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但这种药，将军府的药房里绝不会轻易开给后院的女眷。春桃，你听好，明日天一亮，你换上粗使丫鬟的衣服，从后门溜出去。去城东和城西几家最大的药铺，悄悄查探沈清柔的贴身丫鬟春兰近3日内的抓药记录。大小姐放心，奴婢就算是掘地3尺，也一定把证据给您找出来。记住，一定要避开所有的耳目，绝不能打草惊蛇。我要的是能一击毙命的铁证。沈清柔，你想玩剧情杀，我就让你知道，在绝对的逻辑面前，你的剧本有多漏洞不出。主子，将军府那边出事了，一炷香前，沈二小姐突发恶疾，满地打滚，一口咬定是大小姐经手的晚膳相克所致。将军夫人大怒，不仅没有彻查，反而当场夺了大小姐的膳房对牌，将其软禁在院中反省。如今大小姐在府里已是腹背受敌。好一个将军府，连个后宅的把戏都看不穿，留着这群废物何用？主子，夜已深，您此时要去何处？备马，我要去将军府。主子三思，如今已是宵禁时分，您深夜擅闯镇国将军府，若是被人察觉，必定会惹来御史台的弹劾。更何况，您忘了上一次强行干预沈将军坠马之事的后果了吗？那股未知的反噬之力，险些要了您的命啊！
系统的警告反噬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绝不能留他一个人在那吃人的泥潭里孤军奋战。你听说了没？大小姐这回可是栽了个大跟头。平日里看着高高在上，没想到心思这么歹毒，居然在菜里下毒害自己的亲妹妹。可不是嘛，夫人这回可是发了雷霆之怒。依我看啊，大小姐这掌事的位子是彻底做到头了，以后在这府里，怕是连咱们这些下人都不如了。聒噪！谁？江宇，这个傻子，既然来了，干嘛还要躲起来？敢动我护着的人，你很快就会知道代价。大小姐，咱们今日穿的这般艳丽，去见夫人和二小姐，会不会太惹眼了些？惹眼？我要的就是惹眼。他既然那么喜欢搭戏台唱苦肉计，我若不穿得喜庆点去给他捧场，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番苦心？春桃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去探望探望我那虚弱的快要断气的好妹妹。证据已在手，这我该收了。姐姐，你来看我了。妹妹，快躺下，你身子虚，可受不得风。昨日之事，想必妹妹受了惊吓，姐姐特意亲自去膳房给你熬了白粥，最是养胃。昨日之事，我真的没有怪你的意思，都是轻柔福薄，吃不了那些好东西。胡说什么？咱们可是骨肉至亲的姐妹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姐姐都会保护你的。姐姐，你对我真好。傻丫头。对了，大夫昨日开的药可都按时吃了。那药材可得用好的，马虎不得。吃了，春兰去药铺抓的药都是极好的。哦，京城药铺众多，是哪一家？姐姐回头好让人再去多备些。是城东的回春堂。回春堂的大夫确实不错，那你好好歇着，姐姐晚些时候再来看你。春兰，她刚刚有没有起疑？奴婢看着不像，大小姐似乎真的很关心，分明是来看我笑话的。她不过是做给爹娘看罢了。等我除掉他，风风光光当上太子妃。第一个就拿他身边的人开刀。大小姐，二小姐看着病得不轻，难不成真的是咱们昨日那膳食？病得不轻？
他那叫心病。春桃，备车，我们现在就去回春堂。二位小姐，是抓药还是问诊啊？小哥，向你打听个事儿，昨日将军府是不是有丫鬟来抓过药？咱们药铺有规矩，客人的药方和病情那是万万不能透露的。我不要药方，只想知道抓了什么药，绝不让你难做。昨日下午确实有个梳着双压髻的丫鬟拿了一张方子来，那方子里足足有2两8豆。那药方呢？丫鬟十分谨慎，抓完药便把方子要回去。多谢。大小姐，二小姐她竟然自己吃8豆陷害你，天下怎会有如此恶毒之人？奴婢这就回府禀报夫人，撕破她的真面目。站住！你现在去告状，拿什么当证据？要不伙计的话啊，药方被他带走了，死无对证。那伙计只要收了他的银子，随时能反咬我们一口，告我们屈打成招，恶意攀扯。他既然敢布这个局，必然留有后手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打草惊蛇，而是等他自己露出致命破绽，一击毙命。谢公子，留步。沈二小姐，有何贵干？谢公子，我想和你做笔交易，一笔除掉我姐姐的交易。除掉沈清田，沈二小姐这玩笑开得有些过了。谢少爷不必试探我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兵权、地位，我都可以通过将军府和太子殿下帮你拿到，只要你帮我除掉他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又凭什么为你担这么大的风险？就凭我知道谢公子的一个秘密。谢公子这般精彩绝艺，却对女子避之不及，这不近女色的隐疾若传出去，怕是不好听吧？只要你帮我，我定为你保守秘密。不近女色是袁叔给我强加的死设定，他一个书中人物怎么会知道？沈二小姐的筹码确实有趣，这件事容我考虑考虑。沈清柔接下来会做什么？出事了，你妹妹找上我了。他找你干什么？他要和我联手除掉你，筹码是将军府的支持和太子的信任。最可怕的是，他竟然知道我不近女色的设定。他最近的行事风格完全变了，手段毒辣，步步为营。结合他知道你的设定，他极有可能也是传书者，或者觉醒了剧情记忆。不管是哪种，他现在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这里的剧情惯性随时会要了你的命。林婉星，跟我走，我们逃出京城，避开这个死局。
只要脱离了他们的视线，剧情就困不住我们。不行！我若是走了，我爹娘怎么办？将军府上百口人命怎么办？我绝不留他们在这里等死。你留下来就会死。大小姐，您还没歇息吗？奴婢听见屋里有动静。快躲进去！我没事，只是不小心碰倒了椅子。你先去歇着吧。不好了，老爷回府了，正在前厅发火，说要彻查二小姐被人下药一事，请大小姐速速前去。说，到底是谁在府里弄这些暗杂手段？父亲，是姐姐，是她嫉恨我，在我的闪失里下了8头，还买通了大夫，女儿差点就没命了。妹妹这倒打一耙的本事真是见长。父亲，女儿已派人查明，昨日去城东回春堂买巴豆的，正是妹妹身边的丫鬟。伙计说得清清楚楚，那丫鬟梳着双鸭髻，左眉尾有一颗亨痣。你胡说，这都是你编造出来陷害我的！沈将军，在下深夜叨扰，此人鬼鬼祟祟在城门游荡，被我截下。他招认是受了沈二小姐的指使，在围猎场给您的坐骑放了毒枪。将军饶命，就是二小姐身边的丫鬟给了小人50两银子，让小人干的。你竟敢对为父下毒手！你这个畜生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父亲，您听我解释。来人，把二小姐拖回院子，禁足3个月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探望。你若再敢动她一根头发，我保证，你的下场会比死更难看。父亲，夜深了，您身上还有伤，之后先回房歇息吧。慈儿，委屈你了，为父教女无方啊。今日之事，多谢世子出手相助，只是夜已深，世子在此多有不便。沈将军言重，晚辈也是恰好庄严那贼人，晚辈这便告辞，将军保重。世子这轻功翻我们将军府的墙，倒是越发熟练了。不翻墙，怎么能赶得上看这出好戏？那混混认罪的模样，你可还满意？那混混是你早埋好的暗线。不错，他确实收了沈清柔的银子，我只是在他赌场输光后，让人提点了他几句，顺便收了个网。3个月的禁足对他来说根本不够，他毕竟是带着女主光环的穿书者，只要让他喘过气来，定会不死不休。所以，你打算如何？直接除了他？不，杀他容易，但会引发更疯狂的剧情反噬。我要彻底压制他，让他在府里翻不出风浪。我要去请苏燕苏先生出山，做将军府的西食。苏燕，那个脾气又臭又硬，连太子萧景烨去请了3次都被打出来的当世大叔。就是他。原书中苏燕不重名利，但极重情义。他年轻时有个青梅竹马，唤作阿元，因病早逝。
这位阿元姑娘生前最善抚琴。你想用琴音打动她，你去弹。不是我，是你。我连琴有几根弦都分不清，我只会杀人，不会弹琴。原书里的反派谢景渊可是琴绝天下，你既然占了他的身子，总该有点肌肉记忆吧？林婉星，你这是在对我撒娇？少废话，江宇，咱们可是盟友，你也不想沈清柔天天在府里给我找麻烦吧？行，舍命陪军人，3日后我跟你去。沈清田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赢我吗？咱们走着瞧。二位请回吧，我家先生说了，今日只见青山，不见客。这位小哥，烦请通传一声，就说故人之后携琴而来，特来拜会苏先生。故人，我家先生的故人大多都已驾鹤西去了，二位莫要诓我。是不是诓你？先生听了琴音自有定夺，若先生听完仍不愿见，我等立刻下山，绝不纠缠。那你们且等着。老夫这破草庐今日倒是蓬荜生辉，镇国将军府的大小姐，还有晋安侯府那个心狠手辣、恶名在外的庶子谢景渊。外头还传苏先生脾气古怪，食古不化。今日一见，先生分辨药草的手法倒是颇为轻巧。有点意思，坐吧。丫头，你说携琴而来，琴呢？先生，弹琴的人是他。就他，满身杀气，能弹出什么曲子？先生听过便知。人参的肌肉记忆，别在这个时候掉链子。这曲忆故人，你从何处学来？又是一位无名先生所授。先生说，此曲只应奉有缘人。阿软，这是阿软当年最爱弹的曲子啊！苏先生，晚辈知您不问世事，但将军府如今内忧外患，家父重伤，庶妹心性偏激，晚辈恳请先生出山入府担任西什，教导庶妹走回正途。老夫可以答应你，但这小子必须每月来此为老夫抚琴一次。晚辈遵命。真有你的，我还怕你把琴弦给崩断了。为了你，崩断几根琴弦又何妨？主子，将军府急报，说，二小姐在禁足院里绝食抗议，已经3天滴水未进，快不行了。绝食，他可是惜命的很，这是知道自己被彻底困死，开始用苦肉计逼父亲心软了。要不要我派人去他的院子里，加点料，让他弄假成真？别冲动。父亲吃软不吃硬，若是他真饿死了，我们在父亲心里就成了逼死庶妹的恶人。既然他想绝食，那就让他饿着。3日后苏先生入府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好，听你的。苏先生能屈尊降贵，实乃我沈家之幸。
沈将军客气，老夫丑话说在前头。既让老夫教导，老夫便不看身份，只论规矩。若朽木不可雕，老夫随时走人。那是自然。来人，把二小姐带上来。轻饶，拜见苏先生。老夫听闻你在院中绝食抗议。轻饶只是深知罪孽深重，无颜面对父亲和姐姐，唯有一死。荒谬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以此要挟长辈是不孝。新生怨怼不思己过，反弄虚作假是不义。老夫门下容不得这等心术不正之人。姐姐，我错了，轻柔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鬼迷心窍，不该嫉妒姐姐，求姐姐原谅我这一回吧。我以后一定跟着苏先生好好读书，再也不敢了。傻丫头，说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？只要你真心悔过，你依然是我沈家的二小姐。姐姐，好妹妹，别急，好戏才刚开场。沈清慈，你竟敢联合外人来算计我！二小姐息怒，小心隔墙有耳啊！他以为找来苏燕就能彻底困死我，做梦！你不是和那个谢景轩走得很近吗？我倒要看看静安侯府容不容得下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拿上我所有的私房钱，从后门溜出去，找个面生的乞丐，把这封信送到静安侯府大门，务必让侯爷亲取。奴婢这就去。父亲深夜动怒，不知所谓何事。逆子，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。不过是一封连落款都不敢写的匿名信，满纸荒唐言。父亲纵横官场多年，竟也信这种无稽之谈。无稽之谈？那你告诉为父，最近频频离府，甚至数次出入将军府附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儿子与沈家大小姐确有往来，但清清白白，问心无愧。清白？外头的流言蜚语都快把侯府的屋顶掀了。那沈清慈是什么人？将军府的嫡长女，手段狠辣，连太子都敢得罪。你和他搅和在一起，是嫌我们侯府的庶敌还不够多，想拉着整个侯府给你们陪葬吗？父亲只听流言，不看真相。沈清慈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儿子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不需要外人来知会。你为了一个女人，连为夫的话都不听了！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，不许你再踏出侯府半步，更不许再见那个沈清毛！如果儿子说不呢？你说什么？儿子绝不会和他断绝联系。来人！这个逆子给我关进偏院，没有我的手令，连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进去。
父亲，你会后悔的。这不可能！大小姐，不好了！奴婢刚才去市集采购，听到了一个惊天大消息。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慌什么？是晋安侯府，谢公子被侯爷家法伺候，还被严密禁足在偏院了。听说是因为有人写了匿名信，举报他与您有私情。匿名信，时间卡得这么准，除了刚被我逼到绝路的沈清柔，还能有谁？好一招借刀杀人，他自己出不来，就想借谢远的手断了我的外援。大小姐，现在满大街都在传咱们的闲话，谢公子又被关着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春桃，去把我柜子最底下那套月白色的男装找出来。您要男装做什么？去救我的盟友，顺便去膳房把上次配的蒙汗药给我拿2包来。什么人？站住！侯爷有令，让我来给公子送些伤药。有刺！林婉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不欢迎？赶紧走！我可不想明天将军府被你的护卫给围了。有刺客！封锁后院，快！跟我来。走。你大半夜独闯侯府，为了我，连命都不要了。这边没有，去那边看看。你少自作多情，我们是盟约在身的合作伙伴，你要是折在这里，谁帮我查沈清柔的底细？好，那多谢林老板仗义相救了。走吧，翻墙出去。大小姐，公子，你们终于出来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先去安全的地方。今晚的事，多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恐怕要费些力气才能脱身。客套话就免了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谢远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你肯定回不去侯府了。我打算趁此机会离开京城一段时间。去哪儿？去南方的庄子暂避风头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要借着离京的掩护，去查一查沈清柔的真实底细。她绝不只是一个觉醒的书中角色那么简单，她的手段和背后的渠道太蹊跷了。他说的对，沈清柔这次能精准把信送到谢远手里，绝不是一个被禁足的深闺庶女能办到的。
也好，你在明处太显眼，转入暗处反而方便行事。京城这边有我，苏先生在府里镇着，他暂时翻不出大浪。这是我生母留下的遗物。我离京后，你若在京城遇到难以化解的危险，拿着这枚玉佩去城南的悦来客栈找掌柜，他是我母亲的心腹，定会拼死护你周全。好，我记下了，万事小心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你何时启程？今晚就走。我等你回来。二小姐，女戒读到何处了？回先生，读到卑弱第一。书上说，女子当卑弱下人，谦让恭敬。哦，那你如何理解这卑弱二字？轻柔以为，女子卑弱并非自轻自辩，而是以柔克刚，水至柔，却能滴水穿石。说得好，那二姑娘可知道何谓真正的以柔克刚？先生，轻柔，歇一会儿吧，我刚做了些桂花糕，趁热尝尝。沈大小姐这手艺，老夫是彻底服气了。先生喜欢吃，青瓷以后便天天给您做。姐姐做的糕点越来越好吃了，真是让人吃不够。你若喜欢，姐姐以后常做给你吃便是。二小姐，老夫问你，若有人在暗中害你，你当如何？先生教过，当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不错，但老夫还要送你一句话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轻柔谨记先生教诲，一刻也不敢忘。苏先生这是在敲打他，只可惜是对牛弹琴，他根本听不进去。今日就到这里，二小姐回去把女戒抄写一遍，明日交来。是，轻柔告退。沈大小姐，留步。你这个妹妹心思极深，老夫教书数十载，极少见到戾气这般重的学生。先生觉得她还能改好吗？难，她心性已偏，全靠一层伪善的皮囊撑着，你要多加防范。多谢先生提点，青瓷心里有数。姐姐，先生刚才特意留你，可是说了妹妹什么不是？你多心了，先生夸你聪明伶俐，是块璞玉。真的吗？姐姐莫不是在说反话骗我吧？我何时骗过你？你若不信，大可自己去问先生。姐姐如今长着家，又有先生护着，自然底气足。只是这日子长着呢，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那就拭目以待。不过我劝你，禁足期间还是安分些，别再动什么歪心思。
沈清禅，你以为请个老匹夫来就能压死我？做梦！春兰，想不想替本小姐办件大事？穿上它，带上这只簪子。小姐，这是您的衣物，奴婢怎敢僭越？我让你穿你就穿，你与我身形相仿，只要你不抬头，没人认得出你是谁。小姐要做什么？奴婢害怕。我要你去城东的观音庙替我赴太子殿下的约。见太子，小姐还在禁足，若是被老爷发现，奴婢会被打死的。这封信你只要塞到太子手里，转头就跑，绝不能停留。信上写着我被沈清池软禁虐待，生不如死。只要太子信，沈清池就死定。可是，春兰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等我将来做了太子妃，你就是东宫的掌事大宫女。想要金如宝还是体面的人家，我都能给你。奴婢听小姐的。去吧，后院的狗洞我已经让人清过了，小心别弄出动静。这家伙现在应该已经出城了吧？不知道事情查得怎么样了。大小姐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奴婢刚才去后厨锁门，路过二小姐院子后面的围墙，看到一个穿着白色斗篷的人影，鬼鬼祟祟的从狗洞钻出去了。月白色披风，他被禁足在院子里，竟然还敢派人溜出去。大小姐，我们要不要禀告老爷，把人抓回来？捉贼拿赃，现在抓他大可以推脱说丫鬟私自逃跑。你去叫上2个心腹护卫，我们暗中跟上去，看看他到底要唱哪出戏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青柔，你终于来了，本宫等你好久了。青柔既然来了，何必急着走？沈清慈，你竟敢如此欺辱青柔，真当本宫是死人吗？殿下好大的火气啊！大半夜的不在东宫歇着，跑来这荒郊野野吹冷风。沈清慈，你来的正好。你身为长姐，竟然将庶妹软禁折磨，你还有半点人性吗？殿下说我软禁他，那殿下不如仔细看看这信上的字迹。沈清柔的字，笔锋向来轻婉，可这封信转折生硬，落笔虚浮，分明是有人刻意模仿。殿下若是不瞎，应该能看出来吧？就算是模仿，那刚刚来送信的人，本宫亲眼所见，就是穿着轻柔的披风。殿下看到他的脸了吗？听见他的声音了吗？他被我父亲下令禁足，出不了院子。这不过是一出找个丫鬟穿上自己的衣服，来向殿下哭惨的拙劣苦肉计罢了。
殿下自诩聪明，却被一个小女子的手段耍得团团转，还被当成枪使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好一个沈清柔，竟敢算计到本宫头上！沈清柔，既然你急着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春桃，立刻回府，封锁二小姐的院子。今晚我要把她连根拔。父亲，大半夜的，姐姐带这么多人闯进女儿的院子，是要逼死女儿吗？逼死你？我可没那个本事。护卫，进去搜。姐姐，你凭什么搜我的房间？父亲，你就任由姐姐这般折辱我吗？闭嘴，让他搜。禀老爷，大小姐在床底下搜出一件沾了你的月白色披风，还有纸篓里、龙粟里找出的几张废纸。父亲，先生请看，这纸上全是模仿沈清柔字迹的草稿。那封送给太子的求救信就是这么练出来的。笔触虚浮，刻意做作。二小姐，这等欺瞒手段，实非正道。这不是我写的，是有人陷害我，那披风也是有人偷去穿的。春兰，你还想替他瞒到什么时候？太子已经识破了你们的诡计，你若不说实话，今晚就乱棍打死。老爷饶命，大小姐饶命！都是二小姐逼奴婢干的，是她让奴婢穿上她的披风去观音庙给太子送信，还说事成之后让奴婢去东宫享福，奴婢不敢不从啊！贱婢，你敢胡说八道，我撕了你的嘴！私通外男，构陷长姐，屡教不改。沈清柔，你太让为父失望了。父亲，我错了，女儿知道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来人，把二小姐连夜押送城外家庙，没有我的命令，永不许回京。沈清子，你别得意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好啊，我等着你。大小姐，您今晚都望着窗外发呆第3回了。谢公子这才离京去了南方7日，哪有那么快查完案子回来啊？谁盼着他回来了？我只是担心他查不到沈清柔的底细，白白跑这一趟罢了。是，大小姐只是挂念案子。可您若真只是挂念案子，为何每晚都要将谢公子的玉佩拿出来看大半个时辰？若是真担心，不如奴婢给您磨墨，您给谢公子写封信。春桃，你最近胆子越发大，连我也敢编排。奴婢不敢。不过二小姐被送去了家庙，这府里总算是清静了，大小姐也能睡个安稳觉了。清柔那个人心思极重，他被送走时那阴狠的眼神，我总觉得他在家庙里也不会安分守己。他就像个被踩住了尾巴的毒蛇，越是打压，反弹起来越是致命。大小姐别多心了，苏先生说那家庙的主持师太规矩严着呢，定能好好管教二小姐。江雨，你可千万要平安回来。
殿下，探子传回消息，沈将军今夜大发雷霆，已将二小姐沈清柔连夜押送至城外家庙，说是没有命令，永不许回京。哦，沈清慈倒是好手段，本宫还以为他会继续装他的大度长姐，没想到这次竟这般干脆利落。不仅如此，殿下，据我们部在靖安侯府的眼线回报，那侯府庶子谢景渊7日前便已秘密离京，一路往南边去了，似是在追查什么陈年旧事。谢景渊不在京城，天助我也！殿下，沈大小姐如今执掌将军府中备，沈将军对她更是言听计从。他手中可是攥着沈家那10万大军的半个兵符啊！咱们是否要趁机拉拢？拉拢？本宫要的可不是拉拢，而是彻底的臣服。父皇近来对本宫越发猜疑，二弟那边又频频动作。若本宫能在这个时候求取沈清慈，沈策那老匹夫的10万兵权，不就名正言顺地落入本宫囊中？可是殿下，沈大小姐之前对您的态度，且她与那谢景渊似乎交情颇显，只怕不会轻易答应。谢景渊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连生母都不详的侯府庶子，也配跟本宫抢女人？本宫能看上他，是他几世修来的福分。明日，本宫便亲自去将军府提亲。大小姐，采这么多菊花做什么？做些菊花糕，再酿几坛菊花酒。祖母爱吃糕点，父亲爱喝酒，多做一些备着，免得他们挂心。沈大小姐真是好雅兴，竟亲自做这些粗使丫鬟的活计。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将军府的后院似乎不是殿下该涉足的地方。本宫路过将军府，想着许久未见你，便进来看看。怎么，本宫连来看看未来的太子妃都不行吗？殿下慎言，臣女何时成了未来的太子妃？青瓷，本宫今日来，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以前本宫对你多有忽略，是本宫的不是。但从今往后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本宫会许你太子妃之位，好好待你。殿下，臣女记得之前已经明确拒绝过殿下了。本宫以为你之前的拒绝只是在欲擒故纵，如今本宫带着10万分的诚意，许你无上的尊荣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殿下，您想娶臣女，究竟是因为喜欢臣女，还是因为臣女背后那10万镇围军的兵权？都有。本宫不否认，娶你能得到沈将军的支持，稳固本宫的储君之位。但本宫对你确实有了几分真心。这世上能让本宫主动许以正妃之位的女子，你是第一个。殿下所谓的真心，不过是新鲜感罢了。您这人，从来都是得不到的才觉得珍贵。等您真正得到了，该到了，利用完了，便会弃如敝履。沈清柔是这样，臣女若嫁了您，下场只会更惨。沈清慈，你敢这般编排本宫？你这是在看不起本宫！臣女不敢，臣女只是实话实说。殿下若真想娶一个能帮您巩固权势的棋子，朝中多的是世家千金愿意上赶着，臣女绝不奉陪。哼，好一个绝不奉陪！是因为谢景轩吗？你宁愿选一个连生母是谁都不知道的下贱庶子，也不愿选本宫。谢景渊光明磊落，
比那些道貌岸然、满眼算计的人强上100倍。嫁给一个不爱自己、只知道利用自己的人，比什么都可怕。殿下，请回。沈清晨，你会为你今日的狂妄付出代价的。萧景恒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原书里的男主光环虽然已经摇摇欲坠，但他为了夺嫡，什么疯事都干得出来。我必须加快动作了。大小姐，您刚刚那样顶撞太子，万一他去皇上那里告状求赐婚，可怎么得了？赐婚？父亲手中握着重兵，皇上防我们沈家还来不及，怎会轻易让太子与沈家联姻？萧景恒越是急不可耐，皇上就越会忌惮他。现在我只等南边的消息，只要谢景渊带回沈清柔身世的真相，将军府这盘死棋就能彻底盘活。死因不明。沈清柔的生母若真是病死，为何将军府上下3间7口，连个坟冢都找不到？客官，给您送热水来了。进。客官，您这2天让小的打听的事，小的都去街坊四邻问遍了。您说的那位芸娘，这镇子上没人认识。不过什么？不过，离咱们这30里外的清河县，10几年前倒是出过一桩奇事。那清河县最大的大户周家，他们家如花似玉的大小姐，突然就失踪了。小的打听了，那位周大小姐闺名就叫周芸娘。周家？那周大小姐失踪的具体年份，可是17年前。对，就是17、18年前的事儿。周家老爷后来一病不起，家产被旁支瓜分，如今只剩一个杂货铺掌柜，叫周大福，还守着老宅呢。拿着，出去。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婉星，狐狸的尾巴终于藏不住了。原来沈清柔的生母根本不是什么低贱的陪嫁丫鬟，而是落难的千金小姐。这背后牵扯的，怕是将军府一场陈年血案。等我，我很快就回去见你。江云，京城这盘棋我替你守好了，待你归来，我们便把这世间的魑魅魍魉一并清算干净。